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从哥哥到叔叔，从神话到澄清，34岁肖战的路为什么总比别人难走？如果说娱乐圈是一片时刻翻涌的海，那么肖战无疑是过去6年里浪头最高，也最容易被卷入漩涡中心的人之一。无论他在做什么，似乎都比别人更容易成为话题，更容易被放大，也更容易被误解。最近围绕他的新片德贤景致掀起的讨论，再次印证了这一点。你们发现没？最近肖战这事儿简直比电影还精彩。他主演的新电影德贤景致不是刚上映吗？票房嗖嗖的冲，2天就干到快2个亿。路演的时候，有个小孩站起来喊他肖战哥哥，他赶紧笑着打断，应该是叔叔啦。现场笑成一片，我当时还觉得这人挺实在，不装嫩。可转头网上就炸了锅了，铺天盖地都在转，说他为了演好电影里那个钳工，提前2个月扎进工厂学电焊，练锉刀，手上都磨出老茧了，敬业的不得了。朋友圈里好多人都转，说什么现在还有这么拼的演员，内娱清流。我差点也信了。好家伙，这一下可热闹了。之前夸得最狠的那波人里，有些立马调转枪头，说他搞人设营销，虚假宣传。我就纳闷了，这话从头到尾就不是他自己说的啊。转谣的时候人人有份，辟谣了锅全让他一个人背，这找谁说理去？这事儿越想越有意思。肖战这个人吧，从2019年《陈情令》爆火，到第2年那场腥风血雨的事件，他好像一直就在这种被捧上天和被踩下地的循环里打转。当年因为粉丝的事儿闹得不可开交，他早年一句不认同过度管理粉丝被翻出来骂了好久。他后来在微博上写，说自己可能没法管理粉丝，但有责任引导。这话其实挺实在的，但当时没几个人听。你看他这几年接的戏，路子挺野的，演《藏海传》的啃那些拗口的古文和堪舆术语。杀青那天他发微博跟角色告别，说什么小海，我梦到你了，但你没停下脚步。那感觉不像演完一个角色，倒像送走一个老朋友。这回拍德贤景致，演一个抗战时期逃难的钳工莫德贤，造型上就把自己往糙里整，灰头土脸，听说还专门去学了湖北方言和钳工手艺。电影是正午阳光的头一部电影，孔生导演，蓝小龙编剧，这配置明摆着是奔着口碑去的。跟他搭戏的是廖凡、祖峰、段奕宏这帮狠人，这阵仗可不是光靠一张脸就能站住的。票房预测都喊到20亿了，压力能不大吗？可路演拉票的时候，工作人员让他多说2句，他憋了半天，就来了一句：如果真的喜欢，可以2刷。这年头，哪个明星宣传不是变招粉让你买票？他倒好，直接把选择权扔回给观众了。这种有点笨的真诚，在现在这个环境里，反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。所以你看，这次工厂实习的谣言，像极了一个缩影。大家太需要神话了，需要一个完美偶像的故事来满足想象。看到他为角色付出，就自动脑补出一出卧薪尝胆的苦情戏码，恨不得给他加上徒手造坦克的桥段。等发现故事有水分，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完美，那股被欺骗的怒火又不由分说地烧回他本人身上。他好像一直处在这种尴尬里。你说他流量大吧，确实是顶流，电影预售想看人数蹭蹭涨。但你说他想靠流量吃饭吧，他偏要去接《藏海传》谍报上不封顶这种费劲的角色，还跟正午阳光这种以难搞著称的团队合作。
正午阳光都敢把电影首秀压在他身上。据说就是因为德贤紧致合作满意，立马又定了下一部剧。这至少说明，在那些最看重戏的导演和制片人眼里，他不仅仅是流量那个标签。但标签哪有那么容易撕掉？喜欢他的人，看他干嘛都觉得好，一点点努力都能放大成封神的壮举。不喜欢他的人，或者单纯看热闹的人，又时刻拿着放大镜等着挑刺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成为人设崩塌的证据。他就被夹在中间，说什么不说什么，好像都不对。就像这次，他明明什么都没说，却要承担传言带来的所有后果。电影本身呢？德贤紧致讲的是石牌保卫战时期，一个小钳工带领村民用农具、辣椒粉、榫卯陷阱这些土办法对抗敌人的故事。导演孔生最擅长拍小人物，编剧蓝小龙笔下的战争残酷又带着温度。他们想拍的本就是一个在绝境中挣扎成长的普通人，而不是一个天生开挂的英雄。戏里戏外，好像莫名的对上了。莫德贤这个角色，从一个只想苟活的工匠，被迫成为带领大家的头。肖战自己也从那个一夜成名的偶像，被推进舆论的漩涡，被迫去面对、去适应、去找到自己的方式走下去。他没法成为某些人期待的完美神，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想象。他更像是在走一条很窄的路，一边是粉丝汹涌的爱，一边是外界严苛的审视。他只能盯着脚下的路，尽量把戏演好。电影里，莫德贤最后守没守住那个叫割指阵的地方的，看了才知道。但戏外这场关于造神与打回原形的戏，恐怕还会一直演下去。只是下次再看到什么惊天动地的敬业故事时，或许我们可以先停一下，等等看当事人自己怎么说。毕竟，真实的努力已经足够动人，何必非要给他涂上一层夸张的金粉呢？下次当你再看到关于他的惊天动地的敬业传说时，或许可以先停一下，等一等当事人自己的声音，等一等真正的作品说话。因为真实的努力已经足够动人，不需要神话，也无需金粉。而一个演员真正的路，也从来不是靠神话铺出来的，而是靠一步一步实打实走出来的。